這老實木讷的夫君怎會寫手記？他今日未配那枚同心玉佩，究竟是无心还是蓄意？想不通，不敢问，我要疯了！想不通，不敢問，真是個傻子。他又对那個姓顧的探花郎笑了，他是要逼死我嗎？都怪那個不知檢點的男人。銅鏡裡的我在老去，在衰敗，不行，我必須讓自己的皮囊更加完美，這樣他才捨不得留下我。好無助，好絕望，我比他年長5歲，已經不再年輕了，年老色衰，色衰愛屍，這就是我的下場。你是不知道，昨兒我回了趟娘家。二嫂說的都对，是，二嫂的說是喝茶，其實就是她單方面輸出八卦，我負責附和。論嘴碎，京城沒人比得過她。回来晚了半個時辰，你猜怎麼着？你那堂弟蕭郎氣得在院子裡罰站，不是罰我，是罰他自己。說什麼？你不回來我就站到天亮，我當時差點笑死，又差點被他蠢哭。弟妹，說真的，你家那位在朝堂上那副冷面阎罗的樣子，私底下該不會也是個占有欲爆棚的醋王吧？占有欲？呵呵，蕭絕那個人老實木嫩的，就像被人設定好的提線木偶，從不吃醋，從不過問我跟誰來往，從不關心我幾時回房。別人家是你多看誰一眼我都要翻臉，我們家是你愛看誰看誰，為夫絕不多問一句。你說新來的探花郎顧行舟是不是長得十分俊俏？確實不錯。我跟你說，愛都伴隨着占有欲，沒有占有欲那就是不愛。你看看你二哥，那是真的在乎我，才管得那麼寬，連個醋都不會吃。那跟供了尊佛有什麼區別？對，跟供了尊佛沒什麼區別。一尊特別好看、特別能幹、特別會做飯，但就是不愛我的佛。送走柳如煙之後，我看了一眼手邊的杯子，裡面是蕭絕今早親手熬的紅棗雞湯。他從來不說什麼好聽話，每天早起就默默出現在小廚房裡，把熬好的湯藥放在我桌上，然後沉默地離開。最近他還格外注意穿戴，甚至開始用我從前說過喜歡的沉水香薰衣。我忽然心裡咯噔了一下，他不會是外面有人了吧？突然開始注重形象，突然變得體貼。哦对，這不就是出軌男人的標準操作嗎？先用殷勤堵你的嘴，然後金屋藏嬌，左擁右抱，走上人生巔峰。这誰頂得住啊？夫人，老太君請您過去議事。我用盡全身力氣才沒把他腦袋擰下來。今晚全府女眷隨老身去城東柳家赴宴。這老太太活了70多年，摳門了70多年，一文錢能白成8瓣花。她組織的活動期望值已經低到了地心，今晚絕對是場硬仗。去書房跟大人說一聲，今晚赴宴可能回來的晚。夫人，大人說他想親自跟您說一句話。你非去不可嗎？那今夜還回來嗎？小麗，你還回不回来？廢話，當然回來。真的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會等你，你想不收回都行，只要他回就好。記得給我留盞燈。這個人今天怎麼怪怪的？好，就一個字，但那個好字裡面像是塞進了這輩子所有的症狀。然後我就走了，因為我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對。對，我就是這麼遲鈍。赴宴地點是柳家一個又小又偏的花廳，老太君挑的。多小呢？20來個人擠在裡頭，轉身都得打報告。點心寒酸的令人發指。多偏呢？偏到蚊蟲把這地方當自助餐廳，來了就不想走。柳家太破費了。這到底是來吃飯的還是來餵蚊子的？哀悼散場時已是亥時3刻，我還得一個一個把喝多了的軸娣嫂嫂送回各院，累得像條被曬乾的鹹魚。應秋，去看看大。你真的回來了？還是我瘋了產生的幻覺？他終於回來了嗎？回來了。你幹嘛去了？怎麼淋成這副鬼樣？那是什麼？他脖子上的紅痕到底是什麼？他身上怎麼有柳家花堂的韭菜味？蕭絕，你是不是去接我了？你沒找着我是因為我提前……我不想知道。我沒有去接你，我只是出去走走。好吧，那我跟你說一下今晚。別說了，我累了，我要去沐浴。這個人到底怎麼了？
萧绝，你在哭？你听错了。哪里不舒服？没有。后来想想，我怎么就信了呢？你明天不是休沐吗？还折腾什么发冠，多麻烦。这根发带的样式旧了，过2天我上街给你挑根新的。旧的？只有发带吗？那是我刚成婚时故意买给他的，当时他死活不肯穿。有伤风化。我不得不承认，这个一向木讷无趣的男人穿这种衣服的冲击力是真的大。那个，你还真是宝刀未老啊。老？时辰不早了，我们……我还有公文要處理，你先睡。對嗎？不愛就是不愛，穿成那樣也不過是給他自己看的吧。你幹嘛呢？或雪花魚膏，明日你在老太君面前議事，這樣會被人說閒話。謝了，你也早些些。你變心我不怪你，更不會質問你，因為那不是為父該有度量，定是外頭那個不知檢點的混賬勾引你。我會處理好的，和離這件事絕不可能發生，只要你還願意回家，其餘的我都能忍。好香，什麼味道？要命！大清早用美色殺人嗎？一個木訥男人乘勢圍裙赤膊做飯，我可以原諒他昨晚拒絕我這件事。原諒了。蕭絕，你穿成這樣做飯，小心濺油燙你2個大泡。不會。昨晚沒睡好？沒有，睡得很好。說謊都不帶眨眼的。什麼7年之癢，形似夫妻，姐姐該不會在守活寡吧？溫若恆這些話真是越想越氣。對了，今晚新來的探花郎顧行舟請我吃飯，聊些商鋪上的事兒，我可能回來晚些。說起這個商鋪，原是我娘家永寧侯府的祖產，傳到我手上已是第3代。鋪中賬房、伙計、管事一應俱全，倒真是個讓人省心的搖錢樹。你的嫁妝你做主。蕭絕成婚之初就說過這話，從不過問經營之事。這合租室友倒也算是個講理的。顧行舟雖是新科探花，卻因家中世代經商，對貨值之道頗有見地，便被我聘來做了半個參謀。我與他往來全在鋪中議事，光明正大，本沒什麼好避嫌的。可在一個以為妻子變心的男人眼裡，這些光明正大的細節大約都變成了此地無銀300兩。探花郎，他晚上要和那個年輕的探花郎在一起。好的，你身子嬌氣，晚上別鬧太久。今天先不帶了，出門不方便。如果他愛我，哪怕一點點，他總該在這個時候說點什麼吧。關門前1秒，我鬼使神差地回頭看了一眼，但他什麼也沒說，什麼也沒做，因為他是蕭絕，永遠克制，永遠隱忍，把瘋狂鎖在日記裡。聽說京中時興少年郎，你夫君都快30了吧？6年了還沒動靜，不會真是形式夫妻吧？姐姐你醒醒，你是永寧侯府的嫡女，犯不着在一棵歪脖樹上吊死。溫若恆，你是嫌我死得不夠快是吧？氣急敗壞之下，我做了一件蠢事，寫了3張字條。第1章，蕭絕，實在不行我們就和離吧。第2章，說實話你是不是根本不愛我？如果你愛我就大聲告訴我，如果不愛，這婚也沒必要繼續了。第3章，及時止損，別浪費彼此時間了。哼，寫完往車壁上一靠，蕭絕，這次看你怎麼回。哎，長樂街這彎轉的也太……糟了，我的墨碟，不偏不倚，正中第2章，這下半個字都變不出來了。小厮拿到潑了墨的第2張紙時瞅了一眼，以為是廢紙，順手就扔了。我們就和離吧，小離，你當真如此絕情？及時止損，別浪費彼此時間了。等了整整2刻鐘，蕭絕，你連一個字都不肯回我嗎？既然你不愛我，那便及時止損吧。應秋，去找人擬一份和離書送到府上。怎麼會？為什麼沒有那句愛我？難道他真的要？後來我才知道，蕭絕收到那2張字條後，
把紙反反复复看了數十遍，背靠着書房門滑坐在地上，一坐就是一整個下午。申時了，他要回来吃晚飯了。就算合理，我也得把飯做好。就算合理，飯還是得做的。连這張紙，也許很快就不屬於我了。處理完商鋪的事，我讓人給鋪子裡每人買了酥餅。顧行雲第一個衝上來，長得確實好看，可惜腦子不太好使，好使的過了頭。恭喜夫人，今日生意興隆。這酥餅格外的甜呢。他碰了他的手，一定是他蓄意勾引。小麗也沒有立刻推開他。你怎麼來了？娘子，我來給你送午餐。這稱呼6年只在西更放詐時出現過，他當眾還是幾個意思？原來是蕭大人，夫人平日裡可總跟我提起你。是嗎？小麗倒是從未跟我提過你。這壓迫感是怎麼回事？感覺要被殺了。多謝你對內子的照拂。来塊糕嗎？是我們的婚書，成婚6年，那卷婚書被他保存得嶄新如初。抱歉，拿錯了，一不小心把我和內子的合法婚書掏出來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小娟，你有病吧？走，去李家说话。哼。绝望人夫，小我5歲，年紀小，被外面花花世界迷了眼也正常。我說過，你在外面怎麼隨心所欲，犯了什麼錯，我都可以原諒，因為一定是那些心懷叵測的混賬哄騙你，你只是一時糊塗，你最後還是會回家的，對不對？可你不該真的提和離，隨隨便便就提和離，就算我再能忍，小麗，你也該受一點懲罰。這個溫文爾雅了6年的人，原來藏着這麼要命的佔有欲。夫人，老太君那邊該議事了。請求你的時機永遠精準的讓人想殺你。小麗，對不起，我小娟。封面沒有署名，但翻開第一頁，字跡就出賣了他的主人。蕭絕的字，英瘦凌厲，下筆如刀，跟他寫奏章時一模一樣的字，但寫的內容天差地別。他今日出門未配同心玉佩，是無心還是蓄意？我盯着他空蕩蕩的腰間看了整整一盞茶，連開口的勇氣都沒有。他又對那姓顧的笑了，點頭和親吻有什麼區別？他想親那個年輕的探花郎嗎？想嗎？一定想，不然為什麼要對他笑？銅鏡裡的我以聲細吻，腹肌也不如從前分明。我必須更刻苦的練武，我要讓他碰到我時捨不得放手。今日特意用了沉水香，他什麼反應？我沒敢看。穿了那件大紅淺衣，他說我寶刀未老，然後我聽成了你老了。我知道他不是這個意思，但我的大腦不受控制。我要去問他嗎？不行，萬一他等的就是我開口，然後直接攤牌和離。不能問，我真的不能沒有他。正負之爭向來殘酷，年老色衰，色衰愛弛，這便是我的下場。半夜從被拋棄的噩夢中驚醒，死死咬着被子不敢出聲，怕吵醒他，更怕從他眼裡看到不耐。小麗，小麗，小麗，你丟下那枚同心玉佩時那樣利落，丟下我時是否也會那樣利落？這個人前的禁欲全狷，那個從不吃醋木訥無趣的丈夫，私底下居然是個以為我變心懼怕和離，拼命健身挽留我的絕望棄夫。蚊子包被他當成了吻痕，出門赴宴被他當成了私會情郎。天哪！摘玉佩被他當成了宣告決裂。那天渾身濕透站在門口，他去柳家找我了，沒找到人，在雨裡不知道崩潰了多久。他什麼都看見了，什麼都往最壞的方向想了，但什麼都沒問，因為他怕問了就真的會失去我，所以他選擇不問。他選擇在日記本裡獨自發瘋，用這種匪夷所思的方式笨拙地挽留我。意識到這一切的瞬間，我整個人從頭爽到腳趾。蕭大人，你也有今天，只恨自己怎麼沒有早發現這本手札。顧行舟怎麼突然連發告卡信？夫人，大人最近調了2部暗衛出去，不知去辦什麼差事。宋顧的混賬！這劈柴的架勢，我隱約有一種非常不好的預感。果然，顧行舟的告假信緊跟着到了。出於掌櫃的職責，我隨口問問他到底為何告假。他被路邊惡犬追了3條街，咬了好幾口啊！不對，
奴婢聽說是他騎馬時墜馬，被拖行了4丈遠。他身邊的小厮說，他從3丈高的石階上滾下來，摔斷了腿。這都什麼亂七八糟的？3個人3個故事，唯一的交集是顧行舟傷得很慘。我倒要写信問問顧行舟本人怎麼說。秒回了一大段，言辞还挺恳切。我下至路上被疯狗追咬好幾口，为躲狗滾下3丈高台階摔斷腿，去医馆路上又墜馬被拖了4丈。我盯着這封信看了很久，在腦海中畫了一張流程圖。救命啊！好一個命途多轉。夫人，今晚不能請您吃飯了，但酒樓已訂好，留着也浪費，不如您和您夫君去。您想不想見見您那位玉樹臨風、風流倜儻、氣宇軒昂的夫君大人？這顧行舟都傷成這樣了，還不忘耍嘴皮子。夫人，您夫君是真的會下狠手的。告辭，我只需要知道那個在日記裡寫都怪那個不知檢點的混賬的男人，不是說說而已。蕭絕啊蕭絕，你這醋勁兒也是沒誰了。沈小離，告訴我，为什么一定要和离？就你这个猪队友，我讓你找人寫着玩的，你怎麼真送到他手裡了？我誤會，那是我賭氣隨便寫的，我不想跟你和離。誤會？那你證明給我看。怎麼證？沈小離，現在，立刻，馬上，過來親我。還要我做什麼？如果和離，我真的會弄死你外面那個活蹦亂跳的小崽子。你是說顧行舟？他已經不怎麼活蹦亂跳了，這不是你幹的嗎？與我無關。我外面沒有活蹦亂跳的小崽子，但家裡倒是有一個自怨自戀的老。誰老了？我不老，我每日練劍2個時辰，我的父親。行了行了，那你對誰動過心？你說我害誰？我只對你動過心，你要怎麼害你自己？他說只對我動過心。首節我都看了，蕭大人文筆不錯，想象力更是一絕，就是腦子不太好使，自己腦補了一出妻子紅杏出牆的絕望怨夫大戲，連蚊子包和吻恨都分不清。但健身和打扮這事兒值得表揚。我喜歡被撩得很開心，請繼續保持。可話說回來，你為什麼不來問我？你是當代忍者神龜，這種事你忍了6年，你是不長嘴還是嘴被官印封了？蕭絕，你氣得我想跳起來給你2巴掌。現在打也可以，我不躲。我怕問了你就會說真話，說完真話就提和離。我寧可自欺欺人一輩子，也不要和你分開。只要你還肯回家，所有事我都可以當沒發生過。小離，小離，小離，一頁詩上寫了10幾遍，還有那天雨夜，渾身濕透站在門口，問的唯一一句話，不是你去哪兒了，不是你和誰在一起，只有回來了，像一個等了很久很久的人。終於看了一扇門被推開，我鼻子酸了，捧起他的臉，擦過他哭紅的鼻尖，看着他睫毛被淚沾成一簇一嘟的，怎麼看都不是當朝第一權臣，倒像個受了天大委屈的小孩。我沒忍住笑了。蕭絕，你控制得太好了，好到讓我以為你根本不愛我。我提和離跟任何人無關，只是因為我以為你不愛我，在賭氣。你不愛我，所以從不吃醋；你不愛我，所以從不過問；你不愛我，所以無論我做什麼，你都一臉無所謂。我是這樣想的。結果呢？結果我的合租室友在日記本裡寫了整整1本絕望棄夫自傳。不是合租室友。不是。我怎麼可能不愛你？我連你變心都能說服自己接受，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愛你。很感動，但這話聽着怎麼怪怪的？感覺懷裡這個又高又壯又死倔的男人抱起來意外的順手。把玉佩給我戴上，以後每天都戴，摘了你就來問我，別在日記本裡跟自己較勁了，我又看不見。他繫繩結的手在抖，但這一次不是因為恐懼。後來我又翻了翻那本手札的最後幾頁，他今日親了我，是真的親了我，所以我之前那些猜測全部都是放屁。堂堂冷面尚書令居然在日記裡寫這種話，太可愛了吧。但如果讓我重來一次，我還是會把日記藏好，他看了會笑我的。來不及了，已經看了，完蛋。好的，蕭大人，記錄在案，絕望人夫案件結束。